印度总理莫迪已开启第3个总理任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号致电祝贺。李强表示，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全球和地区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中方愿同印方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在莫迪新一届内阁名单中，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连任备受外界关注。他从2019年起担任这一职位至今。9号，印度总理莫迪率新一届内阁成员宣誓就职，其中部分职位尚未确定。11号，印度政府宣布苏杰生续任该国外交部长。苏杰生随后在社交媒体宣布了他新任期的工作重点。他说：“印度优先和寰宇一家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引导方针，而来自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威胁和中印间的边界争议将是印度重点解决的问题。”他强调，在印中边界争议上，印度将聚焦于处理剩余议题。Our neighboring relationships will be the first priority, will be the overriding priority of the Modi government. 事实上，苏杰生作为印度外长，曾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及中印关系以及中印边境问题。今年早些时候，苏杰生还发布假消息，称中方在2020年违反协议，在中印边境大量陈兵。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驳斥称，印方言论与事实不符。2020年中印边境局势紧张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是印方违反两国签署的协定协议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越线挑衅造成的，责任完全不在中方。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徐飞鸿5月接受采访时也介绍称，中印两军在4个点位实现脱离接触。外界也注意到，印度总理莫迪在4月发布的采访报道中曾称，印度和中国应抓紧解决两国旷日持久的边界问题。对印度来说，与中国的关系很重要且意义重大。莫迪说，印中两个邻国间稳定与和平的关系对整个地区和世界都很重要。苏杰生作为印度外交的关键人物，近年来在国际舆论场上十分活跃。印度著名杂志《大篷车》评价，苏杰生本人擅长与主流媒体打交道，在国际层面他长袖善舞，能给莫迪政府带来莫大注意和丰厚资产，还能用极富印人党特色的话语体系重塑印度对外政策。在国内层面，苏杰生在发表民族主义言论方面也很娴熟。不过，被外界看作是莫迪心腹的苏杰生和莫迪却完全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美国外交政策期刊近日发布的文章提到，苏杰生在新德里长大，曾就读于印度首都最精英的学校，并获得博士学位。相比之下，莫迪的草根出身却是他政治形象的一个关键部分。与莫迪在国内场合通常讲印地语不同，苏杰生更常使用英语。两人的互补性很强，但2019年5月莫迪连任后，才破格把他升职为外交部长，这也是印度外交秘书首次接任部长职位。在此之前，苏杰生还曾担任过印度驻华大使和驻美大使。苏杰生曾著书阐述他的外交理念，他在出版的第2本书《巴拉特为何如此重要》中，重点论述了中印关系。他写道：“只有当我们对中国的态度充满现实主义时，我们才能在世界面前强化我们作为巴拉特的形象。”巴拉特又被翻译为婆罗多，是印度的传统梵文名称。莫迪去年在 G20 峰会的桌牌上对自己的称呼是巴拉特的总理，让这一单词走进国际视野。国际舆论认为，这个新政治术语包含着莫迪的民族主义野心。更值得玩味的是苏杰生的第1本书《印度之路》，他在书中写道，印度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接触美国、管理中国、培育欧洲、安抚俄罗斯，让日本参与进来，吸引邻国，扩大邻里关系，并扩大传统选区。莫迪的第3个任期啊，他的这个人事安排啊，尤其是外交方面的人事安排呢，实际上没有大的这个变动啊。苏杰生仍然担任外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就是印度的对华政策呢，这个会保持着延续性啊。他很直接的谈这个中印边境问题呢，是中印关系的这个重点啊。实际上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态度。本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只有中印边境的问题解决了，中印关系才有可能做其他方面的这个变化和调整啊和改善。莫迪政府过去10年深度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在对华政策方面偏离了苏杰生的初心。但中印两国作为邻国，地缘政治的巨大吸引力不可小觑。印度智库机构全球贸易研究计划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23至2024财年，中国是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双向贸易总额1184亿美元，进出口实现双增长。相比之下，印美双向贸易额为1183亿美元，且进出口双开始下降。
美国彭博社10号发表题为"没有中国，莫迪的就业危机不可能解决"文章指出，印度官员试图将中国公司从本地供应链中剔除的做法注定失败。印度的市场规模和深度还没有达到让跨国公司把整个供应链搬到这里为其提供服务的程度。报道还称，印度官员们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假装中国不存在。中国主导着当今大部分分散脱节的供应链，因此要建立完全排斥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全新供应链，可谓难上加难。一定意义上说，这是这个经济学的常识，或者是这个印度和中国的很多经济学者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共识。也就是印度的发展实际上要搭上中国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快车，只有中印经济的这个相互对接和融合呢，才会给印度的这个经济发展带来真正强劲的这个动力。外界也关注莫迪在新任期内会如何与美国方面进行互动。近年来，美印关系不断升温，甚至被舆论认为印度已经放弃其倡导的不结盟运动初衷，而美国则直接将印度写进了印太战略，全方位进行拉拢。这显示美印关系在短期内只会加强。不得不提的是美印军事合作，例如今年2月，美国政府对向印度出售高科技性能的无人机计划放行，这项合同价值40亿美元，列入名单的都是高科技产品。但另一方面，据印度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多次拒绝对印度国产航母提供关键技术支持，显示美国对印度仍抱有野心。实际上，美国媒体就指出，拜登曾推动对莫迪的制裁，虽然后来因为现实因素两人和解，但目前两人的私人关系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实际上，印度也对美国保持戒心。法新社指出，印度虽然参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会谈，具体行动却并不积极。而且，印度不仅是中俄两国主导的金砖国家初始成员，也是中俄两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初始成员。在西方各国极为关注的俄乌战争中，印度政府也始终避免公开谴责俄罗斯，更没有参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恰恰相反，印度借机从俄罗斯获得了价格合宜的石油，美国对此十分愤怒。对于莫迪新任期而言，他面临的形势更加棘手。由于他所在的印人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大幅下降，因此外界认为他的很多政策或将无法顺利推进。对此，美国也看在眼里。一个要面临悬浮国会掣肘的莫迪，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为美国印太战略添油加火，也是美方正在考虑的问题。2019年之后，莫迪政府的这个外交呢，实际上就已经非常明显的这个显示出这个站队啊，选择这个美国西方阵营的这个倾向啊。整体而言呢，就是说印度实际上这个已经放弃了这种所谓不结盟的这种思维啊，和不结盟的这种外交啊。现在更多的印度是考虑的如何能够在保持最大程度的这个外交决策的自主权利的基础上呢，这个选择呢这个站队美国啊。同时还能维持好跟世界主要大国的这个良好的关系。